最近网上兴起一波皮划艇、摩托艇登陆台湾的热潮，被大家调侃为一种新型挑战。不过玩梗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当这种行为开始出现可复制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只把它当成一条猎奇新闻来看了。真正值得问的是，为什么总有人愿意花钱、冒险，甚至拿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去赌一条国境线呢？而如果我们只盯着台湾看，这个问题其实就看小了，因为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世界各地。有人穿过美墨边境，有人横渡地中海，有人从北非一路进入欧洲，也有人穿过中美洲、巴尔干和沙漠，路线完全不同，原因当然也不一样。有人逃避战争，有人逃避迫害，有人为了家庭团聚，有人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想换一个地方赚钱。但是当我们把地图拉远一点，会发现这些故事背后藏着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今天，一部手机可以在美国设计，在亚洲生产零件，在另一个国家组装，最后卖到其他的国家。一笔钱可以几秒钟跨过半个地球。一家企业觉得本国人工太贵，也可以把工厂直接搬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资本可以满世界寻找更高的利润，企业可以满世界寻找更低的成本，商品也可以满世界寻找愿意出最高价格的人。可是人呢？如果你出生在一个月薪只有几百美元的地方，而跨过一条国境线以后，做几乎一样的工作，一个月可能赚2000、3000，甚至更多，你会不会也产生一个非常朴素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过去？这其实才是今天我们真正想讲的问题。为什么商品、资本和信息已经高度全球化了，人的流动却依然被国境线牢牢限制呢？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偷渡、走线、人蛇网络，会不会恰恰就是这种不完整全球化留下的一道影子？联合国最新统计显示，到2024年，全世界大约有3.04亿国际移民，比1990年几乎翻了1倍。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只占全球人口的3.7%。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国或者原籍国。可是这里真正有意思的不是有多少人移动，而是为什么一个人只要换一个国家，他的劳动价格就可能突然完全不同呢？世界银行举过一些很直观的例子，即使考虑生活成本，一个卡车司机到了加拿大，收入仍然可以是墨西哥同行的5倍以上；一个护士到了德国，收入也可能达到菲律宾同行的数倍。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收入差，如果单纯留在本国等待经济慢慢增长，可能要几十年才能追上。换句话说，一个人并没有突然变聪明，也没有突然多出一种技能，只是跨过一条国境线，他的劳动就被重新定价了。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迁移其实特别像一种套利，一件商品在这里卖100，在那里卖500。会有人想办法把它运过去，资金在这里回报2%，在那里回报8%，资金自然会流过去。同一个人的劳动，在这里一个月值500美元，在那里可能值3000美元，人当然也会产生移动的动力，正常完成，我们叫合法移民。但问题恰恰出现在下一步。一个人想走，不代表另一个国家就愿意让他进。现代全球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企业可以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的区域去寻找更便宜的工人。可是呢，一个便宜国家的工人不能因为另外国家的工资更高，就直接搬到那个国家去找工作。也就是说，资本可以自由去寻找便宜的劳动力，劳动力却不能以同样的自由去寻找价格更高的资本。那如果这种价格差一直存在，合法的大门又不够宽，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其实跟所有市场一样，地下市场会出现，于是就有了人蛇集团。它从经济结构上看，很像一家地下跨国物流公司，有人做中介，有人设计路线，有不同价位，有交通工具，有接应者，有假证件，也会根据各国政策随时修改线路。正常物流运的是手机、鞋子和集装箱，它运的是人。所以人蛇市场为什么总是很难彻底消失呢？也许关键呢不只是边境够不够严，而是要问到底有多少人想走，又有多少人没有合法的路可以走。俄乌战争之后，就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反例，几百万人在很短时间内离开乌克兰。按理说，这种突然爆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应该非常适合人蛇集团发财。但欧洲开放了免签进入、临时保护以及相对明确的合法居留渠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的研究就认为，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这场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人口走私和人口贩运风险。
这个例子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地下迁移市场有多大，不只取决于有多少人想走，还取决于他们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新的问题马上来了，既然劳动力会自然流向工资更高的地方，那富裕国家为什么不干脆把门打开呢？因为人终究不是商品，一个集装箱进入别的国家，卸货、销售、交易就结束了。一个人进入别的国家以后，他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单位，他需要住房、交通、学校、医疗，会成为消费者、邻居、家长，甚至未来可能成为公民。所以移民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从来不可能像一张 Excel 表格一样平均分配。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全球有超过 1.6 亿国际移民参与目的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大多数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很多老龄化国家也确实越来越需要这些人。护理、建筑、农业、餐饮、物流都存在长期劳动力缺口。可国家整体需要劳动力，不等于每一个本地居民都会觉得自己受益。老板看到的是终于有人来工作了，消费者可能看到更便宜的服务，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也可能增加。但如果你恰好住在一个住房本来就紧张、公共服务本来就不足、工资又不高的地方，你看到的可能是租房更难、学校更挤、基层医疗压力更大、找工作时竞争的人也更多。所以移民争论里最容易被问错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到底对经济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本身就太粗了，真正应该问的是谁得到了收益，谁承担了成本。如果企业拿到了廉价劳动力，中央政府拿到了更多税收，但某几个低收入社区承担了大部分住房和公共服务压力，那么宏观数据就算很好看，也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欢迎它。至于非正规身份带来的地下就业、欠薪和维权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下一期再讲。再把镜头转向那些人离开的国家，事情突然又反过来了，人走了，但是钱回来了。世界银行在2024年底估算，当年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正式侨汇大约达到6850亿美元，而且这个规模已经超过这些国家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之和。一个家庭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国外工作，但他养的是国内5-6个人。孩子上学的钱、父母看病的钱、房子的钱，可能全靠这笔海外收入。所以人口外流并不一定意味着输出国吃亏，它可以减少贫困、刺激消费，还能带回外汇。可是这里马上又出现一个反转，如果走掉的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医生、护士、工程师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呢？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花20多年把医生培养出来，等到他真正进入最有生产力的人生阶段，却被一个更富的国家吸走，于是就出现一种非常矛盾的交换：穷国得到钱，富国得到人。一个国家可能一边每个月收到巨额侨汇，一边自己的医院却越来越缺医生。迁移既可以缓解贫困，也可以带来人才流失，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发生。而且我们一直只在看人从哪里走，最后去了哪里，但中间还有一群经常被忽略的人——过境国。一个人的目的地可能是法国、德国或者英国，但是他可能先经过利比亚、突尼斯、土耳其。这些国家不是他真正想留下的地方，却要承担边境管理、收容、遣返以及犯罪网络带来的成本。于是近些年呢，又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富裕国家开始想办法把自己的边境往外推。欧盟会给北非国家资金和设备，希望人在真正进入欧洲之前就已经被拦下来。地图上的欧洲边境1厘米都没有移动，但一部分欧洲边境管理实际上呢已经发生在北非，这就是所谓的边境外部化。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边境外包。到这里你会发现，国境线其实已经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甚至可以被延伸，可以被外包，可以在几百公里以外提前执行。那既然各国已经投入这么多钱修墙、装雷达、增加巡逻，为什么偷渡还是没有彻底消失呢？这里又不能简单的说越管越多。边境政策确实可以让一部分人放弃，比如2025年美国西南边境记录到的移民遭遇次数，相比前一年下降了89%，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抵达人群也明显下降。所以管制当然有效，但接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它不仅改变人数，也会改变地图。一条路被困住以后，有些人会回去，有些人会放弃，但还有一些人会换路。陆路不行就走海路，这个国家不行就绕另一个国家。原来1000公里的线路可能变成3000公里。
原本不需要人蛇的人，可能因为线路越来越复杂，反而必须购买更专业的服务。所以真正准确的说法并不是边境越严，偷渡越多，而是边境政策不断重新决定谁会放弃，谁会继续，以及那些继续的人要走哪条路，付多少钱，承担多大的风险。到这里，这个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清楚了。各国政府算的是我怎么把边境管好，而准备跨越边境的人算的是另外一套账。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机会？出去以后能赚多少？合法出去有没有可能？这条路多少钱？有多危险？如果成功，我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只要最后那张账单算出来仍然值得赌，就总会有人去找下一条路。所以再回到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商品可以全球化，人却不可以？因为人当然不是商品，国家需要税收，需要公共服务，需要社会秩序，也必须知道谁进入了这个公共体。所以国境线不会消失，国家也不可能像管理一箱手机一样管理人口，但另一边同样不会消失。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巨大工资差、机会差和安全差，这才是整个问题真正的矛盾。全球经济希望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民族国家却必须决定谁可以进入自己的社会。资本希望边界越来越薄，政治却需要边界依然存在。而偷渡、人蛇、走线这些东西就生长在这两股力量的夹缝里面，所以它可能从来都不只是一桩治安新闻，也不只是几个人想润的个人故事，它更像是全球化留下的一道裂缝。我们已经接受一家企业可以跨越半个地球去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也接受一笔资本可以满世界寻找更高的利润，甚至接受一件商品在4-5个国家之间来回穿梭，最后找到愿意出最高价格的人。可是那个真正提供劳动的人依然站在国境线前，货物已经可以穿过世界，而人还在门口。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